这是伊朗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，收藏了伊斯兰时代甚至5、6千年前的稀罕物件。阿契美尼时代的钱币，我这边有大量的青花瓷官窑的，这是一对男女。这里是东阿塞拜疆博物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是羊，不是熊。博物馆里最重要的藏品都在地上的2层。一个宫殿里的喷泉，1961年，这些展品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实际上都是在这片地区出产的，在当地还是很著名的。对，典型的这个小牛、小鹿罐，这是那个著名的书法家刻的，这个叫比斯米拉石。这是一个卡扎尔时期的大书法家在埃及逗留期间做的这个石头。他一开始把这个石头，就是他这个书法篆刻作品送给了埃及国王，结果呢，好像人家不咋待见他，就气得他又把这个东西带回了大不里士。古兰经几乎每章都会以毕斯米拉开头。Bismillahirrahmanirrahim。穆斯林干很多事儿都常会说这句，还有各种毕斯米拉书法。我们就在这雕刻旁边看见了一对永不分离的情侣。这是一对男女遗骨，然后好像有3000年的历史了吧。由此证明，在那个时间这儿就已经有人类生存的痕迹了，就是做了一个临摹的那个环境。岩层是一方面，还有就在这里出土过那些民族画。咱们来看这个双蛇，双蛇缠绕的这个，它本身的东西是一个秤砣，它这个矿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。是阿塞拜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。在旁边还有另外的2个同样的秤砣双蛇，都差不多是非常久远的。这个秤砣的雕塑的东西是公元前3世纪，但是它这个矿石是史前时代的。要是没看说明，真以为这盘子来自俄罗斯。这些东西都是马具，比如说一些小挂铃啊，然后这些挂在马上的小工具啊，还有一些小装饰品。八爪油灯。接着我们来到2楼看钱币。这里是阿契美尼时代的钱币，可以看到从居鲁士大帝时期，然后到大流士以及大流士的儿子和孙子，就是他每一代的那个钱币的样式。他这边出土的钱币其实种类非常多，从这个展柜开始，这个，就大概6、7个展柜，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样式和面额，有些保存得很完好，有些已经都磨损得比较严重。后来我们发现钱币还不止那边的，这边也都是。然后你能看到有一些空着的就没有东西的。我们一开始以为他给借出去了，但后来想了想，不会有那么多借出去的，应该是刚好没有发现这个年份的硬币，他就先空着。然后他这个还弄得挺详细，你看它背面是个镜子，这样钱币在这么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既看到钱币的正面，也可以看到钱币的背面。这里就是古代的印章。有点像咱们小学的时候收集那个印章，它印章还真是挺细致的，旁边有印完之后的放大图。这是凸面，这个是凹面，能看出来。有的磨损比较严重了，但是它旁边都给你放了图，你能清晰的看到它这个印章哪个都什么样的。硬币厅对面还有不少中国货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过去的青花瓷，因为上面有凤凰嘛，然后还有那边的牡丹花。里边是鲤鱼，这个瓶子下边还有一个碗，大明弘治年制。这是官窑的，这边有大量的中国的青花瓷，因为元朝蒙古它统治过这边嘛，大量的元青花就过来，然后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。但是你明显的能看出来，它的做工达不到那种皇家高级标准，就是民用的比较多。尽管有一个官窑的，但是你能看出来它那个花样粗糙一些。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就是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抢来的，是买过来的。对，他们是作为丝绸之路的流通商品被运到这边的。这边应该是，比如说阿塞拜疆、哈萨克斯坦这边子。你看，明显就是这边瓷器和那边瓷器质感就不一样，它比较明显糙，就是工艺不行。这里边应该是有一些镶金属的，你能看到有那个金属光泽，
人物的服饰，明朝官服。它这个里边应该也是故事图，19到20世纪。那可能是清朝，他也会画明朝那些事儿。但是这明显就是中国的。这个彩蝶，哎，这我告诉你，这倒霉配色绝对乾隆时期，怎么闹怎么来。这个也是19、20世纪的。这8成这都是乾隆时期的。就我们在2楼的尽头看到了这么一个来自于某一个清真寺的那个掉下来的瓷砖，凭颜色我推测可能就是隔壁的蓝色清真寺掉下来的。一部分瓷砖在这儿放的，一部分在那个清真寺里边放的。那个清真寺里边这些，我觉得很可能离着那么近嘛。这里有这些个介绍，之后查查。这个阿塞拜疆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2层的小小建筑，总共有4个小厅，然后就这么多东西。接着我们去吃个波斯肉丸。我们的小馆子好小啊，还是地下的。哎，小餐馆摆的各种小玩意儿，挺有意思的。还是这种标配，小酸黄瓜、小沙拉啊，还有一个饼子。这汤里都有啥呀？有红色的那个小豆，哎，有点疙瘩汤那劲儿。我先来一勺。哎呀呵，这勺给卷的，就是疙瘩汤那味儿，还挺好喝。羊肉丸子上面有炸过的洋葱，这样的，这丸子闻起来还是挺香的。上面那层炸了的洋葱特好吃。这丸子真吃不出来，就面丸子，感觉里边搁了不少面。多少吃出一点肉的那种黏味儿，凑合吃吧。其实不难吃，就是你感觉它里边杂七杂八的，没有什么特色，它就是个儿大。对，它这个羊肉里边就是面放的多，然后它还有很多蔬菜，所以吃不出来羊肉味儿，就是有点肉味儿的馒头。口感能吃出一点肉的感觉，不是很明显。不吃羊肉的，就是给烤鱼。丸子其实还行，稍微有点咸，中间是个李子，估计是调味用的。看着这玩意儿肯定不好吃。喜欢就点赞评论吧，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旅程。